歡迎來到明星新聞 MKN Star News 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戒色、重婚、行程波折，海外狀況引關注，迪麗熱巴近況讓人揪心。2026年2月28日，當美國與以色列的導彈劃破中東夜空，全球航空版圖瞬間改寫，阿聯酋領空緊急關閉，3大樞紐機場停擺，超過2萬名旅客瞬間被困。在這片突如其來的戰火與混亂中，一個名字讓無數中國網友的心揪到了嗓子眼：迪麗熱巴。這位本該在巴黎時裝週頭牌驚豔亮相的頂流女星，此刻正滯留在距離導彈襲擊點不遠的迪拜。他的安危成了一個巨大的問號。讓粉絲憤怒的是，這場意外背後似乎藏着一個令人費解的決策。與他同行的化妝師、髮型師等工作人員全部選擇了從上海直飛巴黎的航班，並已安全抵達。唯獨迪麗熱巴本人和一位宣發助理被安排了一條需要經迪拜中轉的路線。這個決定在中國駐阿聯酋使領館早已發布安全預警的背景下，顯得格外刺眼。戰爭爆發的消息傳來時，迪麗熱巴剛剛落地迪拜不久，原定於3月3日亮相的迪奧大秀已成泡影。工作室在3月3日發布的聲明中，將原因歸咎於不可抗力，並強調藝人一切平安。但聲明無法平息質疑。因為從2月28日到3月3日，公眾經歷了長達4天的信息真空，粉絲湧入工作室評論區，得到的只有沉默。與此同時，社交媒體上開始流傳迪拜當地的真實畫面，有華人居民描述，導彈碎片墜落在帆船酒店附近引發火情，攔截的火光甚至近距離劃過地標哈利法塔，機場航站樓受損。街道上戰機轟鳴聲不斷，這些信息讓一切平安4個字顯得無比蒼白。迪麗熱巴並非唯一的被困者，歌手賢子的丈夫李茂發布視頻，說在酒店聽到了沉悶的爆炸聲。演員陳浩民的妻子蔣麗莎手機裡收到了官方的轟炸警報。無數普通中國遊客滯留在機場或酒店，有人連夜包車，試圖穿越沙漠，從陸路前往阿曼，再輾轉回國。戰爭面前，人人平等。但迪麗熱巴的處境之所以格外揪心，是因為她身上疊加了太多特殊因素。就在戰事爆發前2天，2月26日，她與合作了13年的老東家嘉行傳媒合約到期，並未續約。她的個人工作室剛剛起步，此次巴黎之行正是其獨立發展後的首次重要國際亮相。然而，這場至關重要的秀卻因團隊疑似失誤的行程安排而徹底錯過。粉絲的怒火找到了具體的靶心，他們翻出舊賬，指責前公司嘉行長期對迪麗熱巴進行區別對待和資源壓榨。此次中轉謎案，在粉絲看來，是這種不公平對待在極端情況下的危險延伸。當人身安全都可能成為博弈的籌碼時，事件的性質已遠超普通的娛樂八卦。迪麗熱巴滯留迪拜24小時，撕開頂流明星的殘酷真相。當迪麗熱巴被迫滯留在迪拜機場的那個24小時，閃光燈熄滅的不是一個普通的夜晚。原定要出現在迪奧大秀頭牌的身影，最終被定格在混亂的中東機場。這場看似偶然的缺席，卻像一面鏡子，照出了頂流光環的脆弱性。在流量與實力無法同步的當下，藝人的職業安全感究竟從何而來？商業價值的泡沫，高奢代言與時尚資源的虛幻堡壘。2025年，迪麗熱巴解鎖了 Iris Van Herpen、Aelis、Robert Wun、Maison Sarah CHRABI 4個全新高定品牌，成為國內唯一演繹 Dior by Jonathan Anderson 特別定制的藝人。
他的 Robert Wun 高定造型入選 RCFA 發起評選的 Reader's Choice Best Dressed OF 2025榜單，是唯一的亞洲面孔。這一年，他手握迪奧全球品牌代言人、玉木本全球代言人、沛納海全球品牌代言人等多重高奢身份，商務板塊呈現全面開花的態勢。L 開年為80週年宣傳拉開序幕。時裝男士雙刊開季，3連登創造時裝開季連裝新紀錄，首登 Vogue 達成5大準滿貫，解鎖多個90代的首位和唯一。然而，這種表面的繁榮背後隱藏着深層的結構性風險。迪拜事件爆發後，儘管律師明確表示，根據民法典相關規定，迪麗熱巴此次缺席完全符合不可抗力情性，無需承擔任何違約賠償責任，品牌方也難以證明其實際損失，但潛在的影響已經悄然發生。當化妝師王亞飛、攝影師龍月文等工作人員都已經直飛巴黎 ，IP 顯示在法國，唯獨迪麗熱巴被安排中轉航線，這種與她頂流身份待遇嚴重不符的行程安排，暴露了一個殘酷的事實：離開完整的工業體系後，頂流的待遇並不會因為名氣而自動保值。更值得深思的是，2024年迪麗熱巴商業價值排名從巔峰期的 TOP3 跌至第5。儘管她仍手握路易威登、迪奧等頂奢代言，但品牌續約率下降，新增代言多為快消品。業內人士曾透露，迪麗熱巴過度依賴外形紅利，缺乏爆款作品支撐，導致品牌方對其長期價值存疑，這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越需要紅毯曝光維持商業價值，就越難抽出時間深耕作品，作品厚度不足，商業價值的根基就越發脆弱。在品牌方眼中，它成為視覺衝擊與話題度的代表，卻難以成為長期價值保障的安全牌。粉絲經濟的雙刃劍，愛能載舟，亦能覆舟。迪麗熱巴曾為某酸奶品牌拍攝的人魚裙大片全網刷屏，單條微博互動量超100萬，印證了顏值即生產力的商業邏輯。但數據繁榮的背後，是隱性控制的逐漸加深。工作室發布的 Fakim 首位全球品牌代言人迪麗熱巴官宣 24H 戰報顯示，全渠道線上加線下總 GMV 獲3100萬。主流電商4平台全部類目 TOP1， 這種驚人的帶貨能力，將它的商業報價與粉絲打頭能力緊密綁定。然而，當團隊失誤被放大到公眾視野中時，這種依賴開始顯現其脆弱性。2025年春晚妝造翻車，室外活動未提供保暖措施致藝人凍到發抖，生日直播用磚頭蛋糕敷衍，這些累積的不滿在迪拜事件中集中爆發，粉絲的憤怒清晰而尖銳。別人是工作室護着藝人，到迪麗熱巴這裡，藝人要自己扛風險，還要替團隊的失誤買單。當工作室隱瞞迪麗熱巴滯留的事實長達3天，直至 DIOR 大秀開幕才回應，而豆瓣網友2月28日已爆料迪麗熱巴的滯留消息，這種信息滯後進一步加劇了信任危機。對比實力派演員的粉絲結構穩定性，流量藝人的粉絲經濟像一把雙刃劍，它可以迅速推高商業價值，也可以在團隊失誤時形成巨大的輿論反彈。迪麗熱巴工作室更被曝存在職業黑粉員工，這種內部管理的混亂進一步放大了運營風險。職業安全感的來源，曝光率還是作品厚度？公訴播出後，迪麗熱巴的演技遭到不少質疑，有不少網友指出，熱巴長了一張美豔的臉，加上身材高挑，她走紅毯，大家都喜聞樂見，覺得賞心悅目。但是她的很多劇都讓人看不下去。很多網友吐槽熱巴不是合演檢察官，她在劇中和其他演員仿佛不在同一次元，非常的割裂。該劇播出10集後，收視率連續6天都在下滑，這個收視趨勢完全讓人看不到希望。
再這樣下去，可能要跌破衛視底盤了。不僅收視不行，該劇在網絡上的討論度也很一般，可以說是毫無水花。在形象上，時裝感強烈的迪麗熱巴皮膚白到發光，和其他演員的同框顯得特別突兀。在特寫鏡頭下，她濃密的眼睫毛就像普通人貼着假睫毛，穿着嚴肅刻板的制服，就顯得怪怪的。台詞方面，迪麗熱巴咬字清晰，語速恰當，但抑揚頓挫的處理過於僵硬，沒有老戲骨自然鬆弛的感覺。這些評價指向一個核心問題：當紅毯光環與演技標籤發生衝突時，前者是否在無形中削弱了後者？迪麗熱巴曾表示自己想嘗試反派，想擺脫花瓶的標籤。為了打磨演技，她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連續605天縮在劇組裡拍戲，極力減少紅毯露面。但在內於這個極度勢利的時間窗口裡，這種轉型嘗試面臨着重重阻礙。2018年的玫瑰裙，2019年的羽毛戰袍，這些視覺符號構建了她的商業護城河，但也把她牢牢鎖在了美而無畏的評價體系裡。出道之初，她在《安娜兒韓》裡可以素顏出鏡，在惡劣的邊疆環境下摸爬滾打，那時候的她是一個真正的演員。而現在，大眾對她的期待似乎只剩下了那條價值連城的魚尾裙。轉型案例中，安妮·海瑟薇從《公主日記》到《麗節俏佳人》斷悲傷愛情與靈藥的路徑，展現了一個童星如何通過爭議性角色完成徹底轉型。每一步都踩得很準，雖然爭議不斷，但效果顯著。倪妮從玉墨到安娜的10年自救，完成了從時尚黑洞到奢侈品寵兒的蛻變。她的寬眼距、方下頜的面部特徵，從鯰魚臉的調侃，逐漸轉變為高級臉的讚譽。這些成功轉型的案例共同揭示了一個規律：當演員成為內容產品的生產者，便能跳出被選擇的被動境地，掌握定價主動權。趙麗穎與浪琴、天梭等品牌超過5年的長線合作，讓她的商業價值具備抗跌性。這種穩定性正是作品厚度賦予的底氣。頂流漩渦中的自我定位，迪麗熱巴的困境並非個例，而是流量時代藝人職業路徑的縮影。當肖戰以86.70分的絕對優勢強勢蟬聯商業價值榜首，同時包攬微博綜合熱度、高專業3項核心榜單的大滿貫時，我們看到了另一種可能性。商業價值與影視作品的深度綁定已成為行業規律，作品厚度與商業轉化力可以實現完美融合。白鹿以86.46分的成績位列女藝人首位，她的成功得益於持續高熱度作品輸出、多元形象適配性以及高粉絲粘性。這種扛劇女王的身份，讓她在代言金冠食品時銷售額環比飆升16.8%，客單價提升顯著，食品上線即售罄600萬份。迪麗熱巴以85.83分的成績穩居商業價值榜單前3，儘管2025年全年無劇播出，但她憑借在時尚領域的深耕和強大的粉絲忠誠度，依然保持着極高的商業價值。這種穩定性令人驚訝，卻也暴露了深層的隱患。如果沒有作品持續輸血，這種靠時尚曝光維持的商業價值能持續多久？迪拜機場的喧囂總會散去，但由此暴露出來的斷層感卻難以消弭。這不僅是一個藝人錯失了一場秀，而是一個行業巨星在試圖奪回自己職業掌控權時，撞上了一堵名為運營短板的南牆。4重壓力的深度咬合正在顯現，由於決策失誤導致的品牌信任危機、獨立工作室的運營赤字、轉型期作品斷檔的焦慮，以及紅毯女王形象對演技標籤的壓制。2026年開年的這一跤摔得不輕，但或許這也是她徹底打破紅毯女王的金身，重新定義迪麗熱巴這4個字唯一的捷徑。只是現在的她，真的準備好在沒有人遞毛毯的寒夜裡獨自奔跑了嗎？
當閃光燈熄滅，舞台撤去，一個演員最終能依靠的，究竟是鎂光燈下的完美形象，還是鏡頭外10年磨一劍的專業積澱？在流量、作品、團隊的三角關係中，你更看重哪一方的力量？歡迎分享你的觀點。